Insta360 X4A。怎样？工厂印错字了是不是？用膝盖想应该也要叫 X5Air 吧？我发现我最近对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很介意，就是像什么 logo 啊、名字啊，我这次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个名字，为什么 X4 个头啊 ？X4Air 是这样吗？居然敢给我在名字藏一个英文的谐音笑话，我对此感到无比的悲伤和愤怒啊！你确定要这样搞？那我拿在手上不就 Now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hands in the air。欢迎收看冰岛来了，我是詹冰。这个名字的 Air 已经出卖它的特色了，没错，轻。这次轻到剩下165克，这不是原本不是已经200克了吗？这轻量的重量不到一台高 Ultra，这样有意义吗？哎呦，还是有差啊，还是有差。虽然照面只是小小的35克，但是拿在手上就已经明显感觉到差别。那伸长的话，它重量整个杠杆拉上去，一定是会轻很多。这个轻量化的设计，除了给一些力气比较小的用户，像是小朋友之类的，他们举起来自拍的时候会觉得比较轻松一点点。那对于一些重量斤斤计较的用户，例如爬山啊、露营啊、无人设备的承载，像空拍机、穿梭机之类的。或者是骑车伸长，要考虑让它不会一直垂下来，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算是 Insta360在跟自己革命吧，就是现在全景相机的龙头厂商自己出了世界上最轻的全景相机。那对于轻这件事情有需求的用户，应该都是乐见其成。重量缩水了，那我们最关心的事情应该还是品质缩水了多少。X4Air 结构上继承了 X5 的麦克风防风罩，对 Vlog 类型的日常记录收音需求会比 X4 更好，也有智慧人声增强。我通常是开着智慧人声增强这个模式。然后重中之重 ，X5 可替换的镜头式结构。哇，你知道 X4 是没有这个可替换式的镜片的吗？所以你其实是 X5A 可替换式的镜头模组，算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设计。就是如果你比较爱惜器材，也比较不会去尝试一些可能让你的相机摔到的拍摄，那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对你来说没差，就是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换。可是如果你喜欢挑战自己，你会去跋山涉水环游世界、出国旅游，尤其是远距离的旅游，全景相机的球形镜片设计上一定会比机器还要突出，这样才能获得最干净的接缝，算是一个取舍吧，就是要接缝还是要耐撞这样子。那新版的钻石镀膜，这是叫这个名字吗？硬度大概最有名是咖喱，硬度大概是 X4 的2倍，官方是这样讲啦。可是我好像也没办法去量化这个东西，我也不可能找一台 X4 来敲。但根据 X5 啊，我之前暴力的测试，你会先敲坏相机，所以拜托你们不要测这个，就是你正常的使用会比较不容易破掉。但是如果它喷飞到碎石路啊、柏油路上面不是有很多小碎石吗？它就是有一些尖锐的面，那它撞到尖锐的面就一定会裂开，这没有办法。在国外或是深山里，你是没有办法马上去更换一台相机的。你如果不小心撞到，你就会面临无法使用这个设备的困扰。可替换镜头模组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你把包装拆开来，然后把镜片跟那个替换的模组，就是弄一个小小的夹链袋收起来，放在你的背包里面。出去如果遇到镜片破掉，就可以直接换。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啦。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可以装个保护镜，可是不同的玻璃反射率和折射率可能不一样，而且保护镜跟镜头之间如果有产生一个空气间隙叫 air gap， 光穿过不同的介质会产生各种复杂的反射光和折射光，那它这样的交织在一起，就会让这个接缝变明显，也就是我们的接缝耀光。接缝耀光是一片死白，就会非常的明显，去影响到你的最终成像。想不到我会突然塞一个这么生硬的知识点吧？我高中是2类组的。好啦，我们还是尽量讲人话。Insta360对此深有体会，因为它在 X4 的那一代出了可拆卸式的保护镜，那它还是有帮你保留可拆卸式保护镜的卡扣。保护镜卡口不只是可以装保护镜，也可以去装像是 ND 或者是黑柔滤镜之类的。是说主要功能、主要配件全部都给 X4Air 了，然后感光元件甚至比 X4 还大。你们是打算停产 X4 了吗？还有货的店家自己自求多福。X4Air 的韧体技术是比照 X5 的，针对天空的饱和度、建筑物的细节，还有曝光逻辑，都会更鲜艳一点，更倾向新手可以直接不调色使用。另外就是新增的人脸曝光、肤色调整以及肤色的润饰，完全是针对直出在服务，就是新手可以更不用去调色，就直接剪辑啊，就是使用到你的社群里面。所以你根本就是 X5Air 画质
哦，这个就稍微 X4 一点，就是感光元件可以很明显知道它爹是谁啊。S4 Air 用的是比 X4 的1/2英寸更大了一丁点的1.8英寸，而不是 X5 的1.28英寸。虽然比 X5 小，画质小退步，但牺牲感光元件换来的就是价格。X4 Air 的定价大概只要 X5 的6折到7折吧。X5 最近打折蛮凶的，基本上不管你想要买入门还是旗舰，我还是建议买全景相机的话，可以选 Insta360。2个原因啊，接缝算法和软体易用性。我觉得这些软实力还是它比较难以被取代的技术。X4 Air 的实机测试，其实阴天的画质还算不错，比 X4 更好。不光是感光元件更大，主要是影调增强功能和影像处理晶片的下放，让 X4 Air 大致能满足主流社群的使用。但是昏暗环境光源比较少的时候，会明显逊于 X5， 所以你也可以把愿不愿意牺牲昏暗环境时的画质，换取更便宜的售价、更轻的重量，作为你要选购哪一台的主要依据。你现在看到的、听到的都是用 X4 Air 收到的画面跟声音。那你可以看一下，在这种阴天的环境，阴天照理来说，它的采光，不是采光，阴天的话，相机的进光量会稍微差一点点，所以它的那个颜色性啊，各方面呈现会比较没有那么好看。如果你看到画面，你还是觉得，我觉得还 OK，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不错的 Vlog 设备。实际用下来，我觉得这是比我预期还要更完美的相机呀。就是便宜治百病嘛，白色漂亮，价格又便宜，所以玩起来你的经济压力也小很多。在使用上，我觉得它比起 X5 更接近我心目中理想的全景相机。就我要追求画质的时候，其实我会去选择用相机，像是我现在也是用相机在拍，或者是口袋相机、拇指相机之类的东西去拍摄。我不会把它当做画质主力工具的前提下，我就是希望它可以用一个比较没有负担的价格、比较轻的重量，就放在我的包包里面，让我偶尔想要拍全景素材的时候有得用。因为它满足了我各方面的低标需求，所以缺点其实不在产品本身了。X4 Air 本身很值得买，可是它有一个让我很不满意的点是配件的通用性，有感觉到吗？就是它的镜头明显比 X5 更小一点点吧，明显小了1号吧。如果你是一个正要买全景相机的新手，我推荐 X4 Air 的程度会比 X5 还高，画质你不一定会感觉到差别，在拍摄各种素材的时候，使用体验也很相像，但价格就是很香。那因为你没有那么在意画质的精细程度，所以你可能用起来没什么感觉，那 X4 Air 就是非常值得入手。但是如果你是已经有 X5 的全景玩家，我会建议你直接跳过这一台。现在它除了快拆之外，它所有的配件就是不能通用。你要买这个的话，你就是变成一定要再多买它的很多电池啊之类的配件。所以我还是希望 Insta360未来在出机器的时候，可以稍微考虑到我们可不可以沿用这些配件，催我们狂花钱。你是催狂魔吗？还是希望考虑一下配件的通用性呢？就是除了快拆之外，电池啊、镜头模组啊、萤幕保护贴这些我们已经买了的东西，也许可以沿用到下一代。还有潜水壳，潜水壳超贵。我如果可以沿用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升级意愿还是会比较高。软体方面 ，X4 Air 也能使用 Insta360在 X5才更新的 Insta360 Plus 云端服务。目前的促销活动是买 X4 Air 会送1年200GB， 1年。所以你确实是 X5 Air 嘛？但是这个云端服务啊，好不好用真的是一言难尽啊。虽然操作很方便，你在机器上打开自动备份，回家插的电，它就会自动帮你传，但是很慢。我的习惯是，可能回到饭店之后，回到旅馆或饭店之后，我就是插着，我就睡觉，隔天再把它回收这样。然后我建议 Android 的用户啊，像我是3星手机 ，Android 的用户强烈建议使用 Insta360 Plus 云端服务。像我的3星 S22 Plus 连到 X5 的时候，它会经常闪退，就是它用一用就会跳出 APP， 很烦。好啦，可能是我手机太烂，我就烂。但是我用 Insta360 Plus 的云端服务会觉得超级顺畅，就好像它的档案都被移到里面去的感觉，剪辑起来超级顺。因为它是用云端伺服器去帮你计算嘛，像那些云手游一样，连的是它的伺服器，而不是你的手机。这个服务感觉就是让你用入门级的手机也可以享受到旗舰手机的顺畅感。反正只要你用手机编辑全景影片的时候，曾经遇到卡不顺的话，都可以用用看。我记得好像是可以指定1个月的吧，但是如果你买 X4 Air 的话，它会直接送1年嘛，你就试用看看喜不喜欢。有个配件我想要讲一下，就是这个新出的2合1读卡器。如果你有点预算，想玩点新的东西，我蛮推荐的。
它是 Type C 的接头，然后号称可以让 iPhone 入 ProRes 4K 60，但是我没有 iPhone， 所以抱歉。它有小卡槽跟大卡槽 ，Micro SD 和一般 SD。如果你是插到 MacBook， 它可以同时读取2个卡槽，超级方便。上面是做收纳空间，有个开关可以设定成橘色，表示你这张卡有档案，不要格式化它。然后有个缺点啊，好像是我的缺点，就是它是苹果友好产品，什么意思呢？我把它插到 MacBook 上面，超级无敌顺，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但我插回我的三星手机啊，连到 Insta 3.0 App 里面的时候，它就是很卡。根本就不顺，生而不是 iPhone， 我很抱歉。好，明年换手机。这次 Insta 3.0 X4 Air 有出黑色和白色，我的是白色。那白色的话，加上它的白色自拍杆，就是整个就非常的漂亮，漂亮到你插进雪地里面可能会找不到。好看啊，好看。但是让我小小抱怨一下，请问一下，你这个麦克风为什么是橘色的？干嘛逼死强迫症是不是？可能是怕找不到吧。可是这面还是白的啊。X4 Air 还有一个蛮聪明的点是橘色的涂料，就是我不是说这个，是它的盖子啊，还有它的电池仓，只要看到橘色就表示你没有关好，一定要让盖子或电池的橘色消失，你才可以安心去玩水或滑雪啊！不要把这个麦克风抠掉。什么意思啊？好，不好意思，强迫症发作。感觉 X4 Air 主打的用户群体跟 Go Ultra 蛮像的，就是喜欢轻巧、放松，一个轻松惬意的感觉，根本就是完美配件，放在包包一点都不奇怪，非常的漂亮。它可以提供你在更便宜的价格拿到旗舰级的接缝技术和影调增强功能。我觉得这会是想尝试全景相机的人的敲门砖吧，还是敲门石？毕竟它是饮食嘛。你很喜欢谐音笑话嘛 ？4 Air， 你们会为了更便宜的 X5 Air 去，不是 X4 Air 去，是不是口误？你们为了更便宜的 X4 Air 牺牲一点点画质吗？它还是有可替换的镜头模组，有旗舰机的接缝处理技术跟软体使用体验，重点还更轻。我是觉得便宜加轻巧这2点会让新手入门的压力再更小一点啦，毕竟不是什么人都想要马上花一笔大钱去买到最好的全景相机嘛，感觉有点像 iPhone 和 iPhone Pro 的分众策略吧。我蛮好奇你会买哪一台的，有成功帮你生活或灭火的话，请你帮我留言或按赞，你们的互动都会帮助到我的演算法，进而鼓励到我继续更新，谢谢你们。然后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可以留言给我，我会尽量回。还想看什么内容，也可以留言给我，我会尽量拍。我是三边冰岛来的，我们下次见喽，拜拜。